林云熙骑着的马看到蛇群大惊，开始慌乱地跳跃。林云熙在马背上颠簸着，他看马不受控制，抱起那血犀草，手上的长鞭立时就往一棵大树伸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一名黑衣人看林云熙要勾住了大树，一个跳跃打飞了刚要挂上树上的长鞭。林云熙手上被卸了力道，一个踉跄便被甩飞了出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远处树上的蓝衣公子一个飞身，他一把就抱住了被甩飞过来的林云熙。蓝衣男子的双眸看着怀中的女子，刚刚离林云熙很远，没有看清林云熙的脸庞，现在近距离看着林云熙，男子忽然晃神儿，这样国色天香的脸，只一眼就已经把他的心带走了。多谢公子相救，公子是……男子缓过神来，找了一个没有蛇的位置落了下来。刚落地，林云熙赶紧离开男子的怀抱，和他故意避开。本公子是来救你们的，禹州、禹阳，把这些蛇处理了。是。禹州和禹阳一人拿着一个什么药粉，向着那蛇群喷洒，一人口中吹着响笛。蛇群此刻肉眼可见地调转了方向，开始往后攻击身后的黑衣人。黑衣人见状四处逃窜，禹阳的笛声拔高了一个音之后，蛇群向黑衣人咬去。这些都是剧毒无比的蛇群，被咬过的黑衣人纷纷倒下。林云熙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，真像是他看过的武侠小说里的情节呀！怎么会有人驱蛇呢？太神奇了！公子，能不能把那马上的黑衣人留下？我们想问出幕后主使。可以。他看了看他身旁的禹州和禹阳，两人会意，继续驱动蛇群。林云熙看蛇群和黑衣人都被击退，他立即就跑到了慕容浩的身旁。慕容浩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内伤而已，歇息一下就没事了。慕容浩不想让他担心，其实刚刚他用了至少70%的内力阻挡了那一波蛇群的攻击。慕容浩昨天晚上的内伤才恢复了一些，又重新伤到了。可是看着满脸担心的林云熙，他还是强忍着笑了笑。丫头，不要担心，我们马上就能回城里。蓝衣公子他们很快就处理完了一大堆蛇群和黑衣人，只留下了马上的黑衣人。此时天二和天三一起配合，把黑衣人从马上逼退下来。天三赶忙上前，用绳子把他绑了起来。这场刺杀宣告结束。林云熙扶着慕容浩来到蓝衣公子的面前，慕容浩双手握拳行礼：“多谢这位公子相救。”“不必客气。”“小女子林云熙，多谢公子和这2位小兄弟相救。不知公子可否告知名讳？日后我必会酬谢公子。”“姑娘好名字，在下骆静安，我们只是路过，拔刀相助而已，不需要姑娘酬谢。”“需要的，不过我们目前有要事在身，需要赶往金卫城，不知公子是哪里人士？我可以叫我的手下送上我们几人的酬谢礼。”“真的不需要酬谢。刚刚听你们几位说血犀草，不知你们要血犀草何用？”“公子知道血犀草这种草药？”“在下家里是做草药生意的，这血犀草一般是用来做药引的，知道一些这药的用途。”“那骆公子家可有血犀草？我们想大量购入。”“林姑娘，你为何要用如此多的血犀草？我看你这马背上都有一大包了，还不够。”“骆公子，现在金卫城出现大量的天花病例，我知道如何治疗天花。血犀草是稀释我药物的重要药材，全城人口众多，我这里只有1株，这个量可以说是杯水车薪。如若公子手上有血犀草，我愿意付银钱给公子，价格好谈。”听到林云熙说他能够治疗天花，骆静安不淡定了。他家世代做药材生意，自然知道天花这病是无法医治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从林云熙口中说出来的话，他愿意相信。林姑娘既然有一颗为百姓的心，本公子也不会藏私。我们骆家确实有不少血犀草，姑娘要多少，可以给在下一个数，在下叫人去调货。”“陆公子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先拿我这株回去做实验，先试试看和我药物的配比，最后得出合适的量之后，我再和你购买。劳烦骆公子先不要把手上的血犀草卖给别人，金卫城的百姓真的很需要它，好吗？”“好，那如何找到林姑娘呢？”林云熙看了看慕容浩，慕容浩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眼神儿，他直接说道：“骆公子，那后日到城门找我吧，我在城门有一个实验小屋，到时候和城门的守卫说找林姑娘就可以。”“好，那后日在下去找林姑娘。”“多谢骆公子了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，后日我给你血犀草的数量。”“好，在下要回金卫城，就先告辞了。”
说完，三人打马先行离开。路上，骆静安一边打马一边吩咐：“宇宙，去查一下这林姑娘什么来头，她怎么会和慕容浩在一起？”公子，你从来不会查一名女子，今日这是看上林姑娘了？宇宙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多话了？回上京城后，自己再认200种新草药去。我就说了一句话，就被这样惩罚？公子，200种新草药会不会太多了？上次罚的还没有认全呢。本公子罚你，还讨价还价，是不是还要加点？公子，200种不多，我回去马上认，你就不加了吧？这还差不多，快走吧，我怕父亲有事。说完，他们加快了打马的速度，向精卫城奔去。这边，林云熙开心地看着慕容浩。王爷，我们这次收获真不小，终于搞定了血犀草的事情，我们也赶紧回城吧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回去吧。血犀草解决了，我们赶紧回城救百姓。好。还没有说完，慕容浩就一把把他放上了马，两人同乘一骑打马回城。慕容浩和林云熙刚进城门，突然一个小孩子从角落里跑了出来，刚好就跑到他们打马的路前。慕容浩突然看到孩子，立马大惊，一下就拉住了缰绳。男孩受惊，摔在了前面的地上，大哭起来。慕容浩赶紧下马。孩子，有没有伤到哪里？马背上的林云熙刚刚也是被吓了一跳，他缓过神来之后，急忙跳下马，到两人身旁。林云熙把孩子从慕容浩的手中拉了过来，他要确定孩子有没有摔骨折。大致检查了一下，发现孩子能够站立，手还可以擦拭眼泪，证明孩子没有摔伤。孩子，你怎么一个人跑到城门来了？你家人呢？小男孩举起他微胖的小手，哭着指了指前方。我娘亲在后面追着我。林云熙看着他微胖的小手，突然就发现他的小手上有好几颗天花症状里的斑丘疹，还有1-2颗水泡。林云熙赶忙看了看慕容浩。慕容浩，这孩子有天花，我先给你戴上口罩。说完，他赶忙就从袖袋里拿出来他的医用酒精，先消毒了自己的手，然后拿出来一个口罩，帮忙给慕容浩戴上了。林云熙还用医用酒精给慕容浩全面的消毒了手。慕容浩，我们得赶紧回知府住处去沐浴，这身衣服全烧了，你现在不能用手碰自己的口鼻处，听到了吗？丫头不要紧张，本王都戴了口罩，还消毒了手，会没事的。此时小男孩的母亲跑了过来，大声呵斥：你这臭小子，赶紧和娘回家，不能在城门乱跑的。男孩母亲看了看二人，刚刚他远远的就看到他的孩子乱跑，差点出事的经过，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：哎呀，二位不好意思啊，刚刚劝儿不听话，乱跑差点冲撞了二位，我给你们道歉。这位娘子，你的孩子我刚刚看到他手臂上有天花的症状，你最好带他到衙门门前广场去看一下大夫，越早治疗越好。我的孩子中了天花？这怎么可能啊，他就昨日和今日跑出来玩了一下，怎么就感染了？姑娘，你一看到他的情况就知道是天花，你是不是大夫啊？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儿啊！这位娘子，现在你先带你的孩子到衙门广场去让孩子隔离，不然你们全家都会被感染的。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让这座城市的百姓们安然无恙。好，多谢姑娘，我这就带孩子过去。说完，孩子母亲把孩子拉走了。李云熙这才转过头，担心地看了看慕容浩，他的牛痘还没有制作出来。刚刚慕容浩和孩子近距离接触过，他感染的几率非常的大。但是林云熙还是定了定神，走到慕容浩的身旁，温声道：王爷，丫头先陪你回住处吧。好。慕容浩再次把林云熙抱起来，打马回到了府衙的院子。回到慕容浩的院子，李云熙也不避讳什么了，直接和慕容浩进入了他的卧房。天四，赶紧给王爷准备热水。天一，准备一个铁桶放在王爷的卧房外，我要烧衣服。他们赶紧下去准备林云熙要的东西。不多时，天一就拿着一个铁桶放在了门外。李云熙赶紧把慕容浩脱下来的衣服全部都扔进了铁桶里面，一把大火全给烧了。慕容浩看着林云熙紧张的模样，微笑道：丫头，你是不是太过紧张了？刚刚本王就只是扶了一下那孩子而已，你也碰了那孩子啊？王爷，听丫头的，好好进去洗干净，身上每一处都不能放过，不要让丫头担心。我说过，我不会感染天花，王爷请相信丫头。林云熙对他第一次用这样严肃的语气说话，他是大夫，听他的准没错。慕容浩乖乖地进入了浴房。
李云熙从科技库拿出来一套常服，放在门口的凳子上。他叫来天一，吩咐道：“天一，这是王爷的衣衫，你一会儿给王爷更衣，让他好好歇息。我先回我院子一趟，记住，叫王爷好好歇息，他身上还有内伤。”林姑娘放心，属下会把林姑娘的吩咐告诉王爷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说完，李云熙走出慕容浩的院子，回到了隔壁自己的院子。他刚刚也摸了那孩子，他不会感染天花，但是他也要沐浴一下。他这身衣服是万万不能要了。李云熙回到自己的卧房，缓缓地进入了浴桶，好好的给自己舒舒服服地泡了一个热水澡。李云熙穿好中衣出来，就看到慕容浩安静地睡在他的床榻上。李云熙也是无奈地笑了笑，这慕容浩啊，还真是不听话，叫他好好歇息，他竟然还跑了过来。听到林云熙出来的声音，刚刚睡着的慕容浩就醒了过来，看着林云熙湿漉漉的头发，他坐起身，温声道：“丫头，本王给你干发吧。”王爷，你现在还有内伤呢，不要用真气了，丫头的头发一会儿就会干了。林云熙说完，握住了他的手，给他把脉，看看他今日动用了内力，是不是又严重了。林云熙认真地把着脉，慕容浩此刻的脉象没有今儿早上那么平稳，内伤又严重了一些。王爷，你要好好歇息了，你的内伤比昨晚要严重，丫头给你吃些消炎的药，还有王爷的金旋丹还有吗？那药对王爷的症状很好的。慕容浩从袖袋里掏出2粒给他。母妃给本王3粒，现在还剩下2粒，丫头看着办吧。林云熙打开了1粒，用温水给他服下，还喂他吃了一些消炎的药之后，给他盖好被子，让他入睡。没一会儿，慕容浩就睡着了。林云熙怕他吃了金旋丹，又像昨日一样时冷时热的，他要守着他。慕容浩没睡一会儿，就开始满头大汗。他没有像昨晚上那样折腾，就只是发热和出汗。李云熙拿出干毛巾，一遍又一遍地为他擦汗，时不时的还给他喂温开水。他全身被汗水打湿，李云熙为他换了一遍全身的衣衫。这样出汗了1个多时辰之后，慕容浩的发热渐渐退了下去。李云熙看着他退热，赶忙给他把脉，发现他的脉象比刚刚平稳了许多。李云熙此时也累了，他爬上床，盖好被子，乖乖地睡在了慕容浩的身边。当他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过了1个时辰。他睁开眼睛，看着慕容浩一直盯着他看，他温声道：“王爷醒了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”本王比刚刚睡着前好多了，丫头不用担心。李云熙用手探了探他的额头，确实是不发热了。王爷不发热了真好，刚刚都担心死丫头了。李云熙上前想要亲吻慕容浩的唇，只见慕容浩往后退了退，拒绝道：“丫头，本王怕传染天花给你，这几日就先不吻丫头了，可好？确定本王没有中天花了，本王再补回来。”好，到时候王爷可要补很多哦。如果本王没有感染天花，天天不给丫头。此时慕容浩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。王爷，肚子饿了，丫头去给你做好吃的。不用丫头做了，叫天一传膳吧。李知府备给本王的饭菜很不错。李知府府衙里的厨师都很不错，手艺真是一绝。我们就叫天一传膳吧。慕容浩叫来了天一，天一领命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他们的膳食就上来了。两人很快就用好了膳食。李云熙叮嘱：“王爷，丫头去城门的实验小屋去研究牛痘，王爷乖乖的在屋里歇息，丫头忙完就回来陪王爷。”丫头真不用担心本王，本王现在基本上都好了，我也要去城门看看城里的情况。刚刚本王都躺了快2个时辰了，睡不着了。丫头去研究你的药，本王去忙自己的事，本王不会打扰你。可是王爷的内伤还没有好全呢。本王就是去看看他们安排的事情是否到位，又不是去打仗。本王答应丫头，这几日都不会用内力，这样可以了吧？王爷要去可以，一定不能动武，更不能动用内力。能答应丫头才能去。本王带了很多暗卫，他们可不是吃素的，丫头就放100个心吧。见他答应了，他松了一口气。他的内伤已经伤了2次，再也不能再伤到了。李云熙走到他的身后，为他梳了梳头。王爷，丫头为你梳发吧，丫头这段时间有学。慕容浩大吃一惊，他的丫头可以说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但是说到束发还真是不敢恭维。李云熙是什么时候学会的？他倒要看看他今日的手艺如何。只见他一手握住慕容浩的长发，用另外一只手收着下面的碎发，一个打转，慕容浩的头发就结结实实的系在了头顶。李云熙拿起他的黄金小冠和发簪，一套一插就弄好了。丫头，
你竟然也会束发了？什么时候学的？王爷，你的丫头可是女状元，这束发对我来说可是很简单的事情。那日后本王的束发就交给丫头了，这可是任务。任务就算了，丫头心情好了才为王爷束发，其实还挺难的。刚刚还说简单呢，现在又说难。慕容浩就知道丫头不喜欢做这事儿。好了，丫头，走了，我们该去城门了，百姓们都等着你呢。啊，好，和王爷在一起就会忘了时间，赶紧走吧。天意，那日你安排的事情现在进展的如何了？回王爷，之前吩咐的2城一线制作的口罩和消毒液都在加班加点的开工制作了，就在昨晚已经有3车口罩和6车消毒液用品发往精卫城，今晚就能到。慕容浩听天一的回答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焚烧尸体的事情如何了？回王爷，这2日都安排50焚烧死者遗体，百姓们都会在这个时间去认领尸首，有士兵把守，没有造成混乱。今日本王进城，发现一个孩子染了天花，没有去隔离区隔离，你安排下去，让各营士兵带着1名御医前去巡逻，凡是感染天花的人都必须到隔离帐篷隔离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说完，天一领命下去了。此时的慕容浩没有什么事儿了，他走到林云熙的实验小屋外，他能够看到他的丫头坐在桌旁，在认真地捣鼓着手上的各种瓶瓶罐罐。他不去打扰林云熙，叫士兵找来了一把椅子，就坐在外面安静地看着林云熙。此时的林云熙沉浸在自己的研究中，他用水提取了血犀草的汁液和牛痘混合，分出来了3个样本。他用培养皿把天花病毒放在培养皿中，看看哪个剂量的培养皿里用的牛痘和血犀草最少，既能打败天花病毒，又能节约药材，这样的试剂才是最优的试剂。林云熙等了一会儿，发现最低剂量的牛痘无法全部杀死天花病毒，而第2剂量的牛痘能刚刚好杀死天花病毒，最多剂量的当然能全部杀死天花病毒，但是会浪费一些牛痘和血犀草。最终林云熙得出来，第2个是最优的方案。病毒实验算是成功了，但是要大规模的在人的身上使用这天花疫苗，必须要做人体实验才行。林云熙想了想，做人体实验实在是太过残忍，这倒是难住了他。林云熙叹了叹气，一直思考着到底要如何做。看到林云熙叹气，慕容浩知道他定是遇到难题了。他站起身，走到他窗前，轻轻地敲了一下他的窗。林云熙看到他刚刚还满脸愁容的表情，一下就变得明亮起来。王爷怎么来了？本王来了很久了，一直看着丫头。丫头刚刚为何叹气？告诉本王，或许本王能够帮你。丫头找出了很好的药剂量，但是这药需要人体实验才能大规模的使用，现在还不知道要找谁做人体实验呢。丫头说的人体实验，是不是拿中了天花的人试药？是的，就是王爷说的这个意思。这有何难？王爷快说，丫头可是想了很久，也不能用百姓来做人体实验，到底用什么人啊？本王找人到金卫城的地牢中找几个中了天花的死刑犯不就行了？林云熙恍然大悟，是啊，死刑犯本来就是要死的，他们可是最好的人体实验对象了。虽然在现代用这样的处理方法很少，但是在古代为了整座城的百姓，这样做似乎也有点理。王爷，这样确定不会触犯死刑犯的人权吗？慕容浩对他说的人权他不懂，但是他知道，如果牺牲几个死刑犯换回一座城的百姓，这是很值得的事儿。丫头，一座城的百姓比几个人的性命更重要，更何况他们本就是将死之人。如果实验成功了，也算是给他们犯下的错赎罪了。好，王爷就帮忙找6个人吧，最好分有轻度症状、中度症状和重度症状的死刑犯，3种症状各2人。好。慕容浩叫来了天赐。天赐，你拿着本王的令牌去找李知府，从地牢中找出6位患天花病的死刑犯，轻中重症状各2位，共计6人，带到这里。另外派4名暗卫和30名士兵押送，不能出任何问题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天赐收下了慕容浩的令牌下去了。此时天2和天3刚刚审完灵山上带回来的黑衣人，求见慕容浩。你们俩可审出什么消息了？回王爷，这次刺杀我们的黑衣人有2拨人马，他们是合作刺杀。2拨人马？王爷是否还记得西域国3皇子朱谢南？这次刺杀有他手下的人马，还有金银阁阁主蓝景一的人马，他们双方一起合作，派出了很多杀手和死士，所以灵山上的黑衣人特别多。
上次我们不是把那朱谢南给皇上处置了吗？怎么这次还有他的参与？回主子，朱谢南当时被皇上扣押离开了东胜国，通过和西域国皇上谈判，换回了我们东胜国和西域国边境的一座小城梁城。根据那黑衣人所说，朱谢南回国后一直被他父皇打压，他气不过，又找了当时他买凶的金银阁阁主蓝景一合作了这次刺杀。李云熙想到两人就气愤，他穿越过来没几个月，慕容浩就遭到了3次这两个人的刺杀，这俩人一日不除，他和慕容浩就总是会生活在危险当中。这次看看有没有机会先解决了金银阁的阁主。天儿，你们审黑衣人时有没有审问出金银阁阁主的藏身之地？回主子，属下审问过，他说他们阁主现在就在精卫城，但是具体在什么地方他确实不知，他们只能收到他的指令，一直不知道他们阁主的藏身之处。身旁的慕容浩似有所思，没有说话。他不想丫头老是担心这刺杀的事儿。本王都知晓了，你们下去再审审，看还有没有更有价值的消息。如果没有，就解决了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精卫城天花的事情，你们处理完了这事儿，赶紧回到你们主子身旁保护他。是，属下领命。说完，天儿和天三退下。王爷，金银阁阁主也在精卫城，我想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这段时日我们要小心了。本王会小心的，丫头不需要管这事儿，丫头只要好好的治病救人就可以了，不用担心，本王自有打算。好，听王爷的。两人聊了一会儿，就看到了城楼下，天赐和一大批士兵带着6名死刑犯到了城门下。王爷，我下去干活了，你乖乖在城楼上面，千万不要下去，我不想王爷被感染了。那丫头下去岂不是也会感染？林云熙真不知道如何和他解释自己不会感染天花，但是他还是耐心地说道：王爷放心，丫头在家乡打过天花疫苗，日后都不会感染天花的。慕容浩不知道什么是疫苗，但是这次没有那么相信他，怎么会有人不会被天花感染呢？丫头要下去可以，但是你要给本王看看，你要怎么避免接触这些病人。李云熙知道他担心自己，他拿出自己在现代的白色防护服，直接在慕容浩的面前戴好。王爷，这身衣服在我家乡穿上后就不会感染病毒了，我这样可以下去了吗？好，现在丫头可以下去了，本王会一直在城楼上等你。看慕容浩放心了，李云熙穿上奇怪的衣服，并带着他刚刚实验的牛斗试剂下了城楼。天赐看到一个白色身影下来，他全副武装，不知下来何人，礼貌道：请问在下是？天赐，我是林姑娘，真看不出来？真看不出来，不过林姑娘的声音倒是能听得出来。这林姑娘要的是人犯，属下给你带进屋里吧。好，多谢。林姑娘客气了，属下应该做的。天赐说完，示意士兵们把人犯带进了屋里。屋子很大，士兵带6名犯人进入屋子之后就出来了。天赐和剩下的4名暗卫准备进入屋子里，但是被林云熙拦住了。林云熙打开他提下来的药箱，从里面给他们拿出口罩还有医用手套，叫他们戴上后才允许他们进入屋子。几人进入屋里待命后，林云熙也进了屋子。他上前观察了6名死刑犯，林云熙二话不说，直接从药箱里拿出一次性的针筒，抽取了他的牛斗试剂，分别在6人的肩膀上打了牛斗试剂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他坐在前面的桌子前，开始观察这几人的情况，并用笔记录了下来。而此时，屋外天色已经慢慢的暗了下来。慕容浩收到天一的消息，说其他2城和一线制作的口罩和消毒剂已经到达城门。慕容浩大步走下城楼，他要检查这些东西的质量如何。慕容浩刚到城门，封闭了几日的城门就打开了，3大车口罩和6车消毒用品就进入了精卫城。前面运送的官员看到慕容浩后，赶忙行礼道：见过瑞王，这些是第1批防疫物资，下官现在已经送达，王爷请过目。起来吧。慕容浩让官员起来之后，就让车夫打开了车门。慕容浩立马就上前查看，他看了看手中的口罩，质量和丫头给他的都相差无几，又打开了消毒液闻了闻，确定没有问题之后，对身旁的天一道：天一，核对数量后，赶紧先给一线的御医和官员们用这些口罩，然后挨家挨户的分发给百姓们。消毒液的话，一会儿问问林姑娘如何做，再安排下去。是。天一在一旁和运送的官员核对了数量，慕容浩在一旁看着，他抬起左手想看看手表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，突然就发现他的左手背上出现了几颗红色的斑丘疹，就和今儿早上在城门遇见的孩子手上的是一样的。
慕容浩此刻心跳加速，他知道他一定是感染上天花了。他突然就很害怕，纵使在战场上厮杀和被各种暗杀，可是他都没有如此的害怕过。他才认识丫头不久，他才刚刚尝到了幸福的甜头，为何上天会如此待他？天一，本王先回府衙的院子了。林姑娘还忙，忙完记得安排她到晚膳。如果她问起本王，就说本王先回去歇息。天一看他脸色不太好，而且王爷只要有林姑娘在的地方，都不会抛下他自己离开的。青氏这是怎么了？但是他手上还有没有完成的任务，他交代旁边的天武道：天武，你带着暗卫们先和王爷回府衙，我晚些回去。天武听了天一的命令，跟着慕容浩打马回到了府衙的院子。慕容浩进了自己的卧房，脱下外衣后就躺在了床上。天武看自家王爷回屋就躺在床上，他还真是第一次见到王爷这异常的举动，关切的询问：王爷，属下为你传膳吗？不需要，本王今晚不饿，你下去。是。天武听令离开了他的房门，在远处候着。慕容浩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，他抬起自己的左手，看了看手上的斑疹，又看了看他左手上的手表。这是丫头送给他的定情信物，他可喜欢了。他和大军前往精卫城的路上，就是这块手表一直陪着他。只要看到这块手表，他就觉得丫头陪在他的身旁。慕容浩在床上翻来覆去，他想到他和林云熙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他的丫头真的很美，他的丫头真的很聪慧，他的丫头很会哄他开心，他的丫头一切都很好。他是真的舍不得离开林云熙。为什么自己会感染天花呢？他现在是真的很怕死，死后他的丫头该怎么办呢？而这边林云熙一直在等这几个犯人的试药反应，他时不时地测量起人的体温，观察他们身上各种药物的反应。时间就这么1分1秒的过去了，这试药一试就是3个时辰。他上前观察了几个人的情况，有都已经开始反应，刚刚还发热的几人现在测量体温，体温明显是降了下来。刚刚几人全身潮红的皮肤现在已经慢慢的变淡了，不管是轻症还是中度症状，又或是重度症状，这药的剂量都能胜任。林云熙大喜，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剂量了。天四，你把这些人带回去吧，实验完成了。好。天四领命下去了。林云熙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开心的走出实验的屋子，要往城楼上跑。他要去告诉慕容浩这个好消息，可是当他出来的时候，却被天一拦住了去路。天一，王爷是不是在城楼上？天一刚刚和运送官员对好口罩的数量之后，就赶马回到了慕容浩的院子。他进了慕容浩的卧房，看到慕容浩一直盯着自己左手上的斑疹看得发呆。天一这几日一直都在精卫城负责天花的事宜，他知道王爷左手背上的斑疹就是天花的一种症状。林姑娘，王爷不在城楼上，已经回府衙的院子了。王爷不是说会一直等我吗？他累了，是不是内伤又犯了？林姑娘，王爷不是内伤犯了，王爷现在很不好，他左手手背上出现了天花的斑疹。林云熙听他这么一说，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赶忙脱去了手上的手套、面罩还有口罩，拉开他的防护服。天一见状，立刻转过身去，不敢再看林云熙。林云熙脱好了防护服后，看到身旁有马匹，赶紧上马，打马离开了城门。天一看他上马，也上了一匹马，紧跟着他回了府衙王爷的院子。来到院子，林云熙什么都不顾，急匆匆的就跑进慕容浩的卧房。当他来到慕容浩的卧房时，他看到慕容浩已经在床上睡着了。他走进他的身旁，握住了他的左手，看了看他左手背上的斑疹。林云熙不需要验血就知道慕容浩感染了天花。慕容浩的睡眠一直都很浅，看到林云熙回来还握着他的手，他赶忙把自己的手伸了回来。丫头怎么来本王的院子了？你的院子在隔壁，你回去吧。慕容浩，起来，把身上的衣服全脱了。慕容浩听不懂林云熙这是为何，但是他不能留林云熙，他叫来天一。天一，带林姑娘回去，本王要休息。林姑娘，要不属下带你回去吧。现在只有我能救王爷。天一，你确定要带我出去？天一知道林云熙的医术了得，他从小就跟着慕容浩，他当然希望慕容浩能够活下来。他有些为难。慕容浩见天一不走也不回答，他继续说道：天一，本王的话你都不听了。王爷，天一希望你能活下来，要不给林姑娘试试吧。说完，天一就出了门，还把门给关上了。王爷，现在拿丫头没办法了吧？快听话，把衣服全脱了。丫头，本王今晚累了，你就自己回去睡吧。
今晚本王自己歇息。林云熙走上前，坐在他的床榻上，手慢慢的拉开他中衣的带子。慕容浩想用手阻止，但想着他自己现在感染了天花，他不能碰林云熙，他只能动口阻止。丫头，要干嘛？丫头给王爷检查看看身上还有没有斑疹，看看王爷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。慕容浩就知道这天一又和他告密了，改日要好好的收拾天一才行。丫头，本王没事，本王好着呢，你回去。林云熙看他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，他这回可不宠着他。要知道这可是天花，他可不敢大意。林云熙为他褪去了全身的衣衫，放下了床幔，轻轻地扶着他躺下。丫头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林云熙看着他红透了的脸颊，就想逗他，只听他娇羞地说道：丫头想和王爷同房。丫头，你疯了！本王现在感染了天花，怎么能跟你……王爷现在终于承认感染天花了。是，本王已经感染了天花，本王要死了，死之前也不会要你。什么叫死了都不要我？王爷，既然都要死了，那就和丫头同房吧。林云熙，你下来！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你会被传染的。林云熙还气他那句话呢，什么叫死了都不要他？他故意道：反正丫头不管，王爷死之前，丫头强要你算了。这丫头今日是不是疯了？什么叫强要本王？她自己都不顾自己清白了，你想都别想！万一本王死了，你还要嫁人的，你的夫家会看你是不是清白之身的。原来她是怕她自己死了，我要嫁给别人。算了，不和她置气了，她都那么为我日后的生活打算好了，我还气什么？还是先帮她检查吧。他从慕容浩的身上下来，开始检查他身上每一处，看看身上的斑疹和水泡多不多，看看慕容浩的天花病情到达什么地步了。慕容浩看他不语，一直盯着自己身上看，他的话匣子终于被打开了。丫头，本王死后，你要找一个对你好的人嫁了。林云熙在认真的检查，没有注意他说什么。你可以找亲王家族的男子，亲王家族不问朝事，家里也算皇族，日子会过得很好，你日后不会愁吃穿。林云熙听他这句话皱眉，他这会儿是听进去了。这个慕容浩以为他自己要死了，在安排后事了。我林云熙医术那么高，他慕容浩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吗？让他说吧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我倒要看看这慕容浩在他认为他将死之前会说些什么。反正我应着就行了。王爷有什么遗言就说吧，丫头听着。丫头，本王死后会把我大部分的财产给你做嫁妆，日后你到新夫家也会有嫁妆傍身。林云熙听到这儿来兴趣了，他还真想知道慕容浩到底有多少财产。王爷，你到底有多少财产啊？能给丫头多少嫁妆？本王有上京城铺子60间，上京城周边良田1万亩，就是丫头现在种的良田，还有私宅30处，黄金30万两，白银200万两。当然在上京城外还有不少铺子和良田，那些比较远，留给丫头的嫁妆就给上京城这些吧，其他远的地方留给母妃，她人手多，能管理到那么远的地方。哇，东胜国的皇子都那么有钱的吗？这也太多了吧，怎么能那么富有啊？王爷，我和你没有成亲，你愿意送我那么多嫁妆？丫头，你是本王这一世第一个女人，也是唯一一位本王心尖上的人。本王走了，财产也带不走，留给你，本王愿意。说实话，听到慕容浩的这些话，林云熙是感动的。林云熙知道他的话出自真心，慕容浩他真的是爱对了，值得他对他好。林云熙一边想着，一边看他身上的水泡，还好，慕容浩的天花刚刚发作就发现了，属于是轻症，身上有一些斑疹和水泡，分布在不同的位置。林云熙给他诊脉，脉象有些许轻微的不稳。他测了一下慕容浩的体温，38.5度，发热了。林云熙先给他打了一针今天刚刚研制成功的牛痘天花疫苗，又想从他的科技库里拿出吸脓器，他意念了半天都没找到，看来科技库里没有这东西了。林云熙思考了一会儿后，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，然后他就叫来了天一。林姑娘，有何吩咐？你帮忙备一盆温水，一条干净的帕子，一杯烈酒和一个空杯子过来。好。天一领命下去准备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就把要准备的东西全都放在了桌子上，然后就退下了。此刻慕容浩也好奇，这丫头要这些东西干嘛呀？
只见这丫头低下头，在他身上找到水泡，轻轻地吻了下去，然后用力地吸吮出里面的脓汁后，吐在了空杯子里。林夕，你在干嘛？你不要命了？王爷，刚刚我给你打了天花疫苗，你是不会死的。你相信丫头，丫头为你吸出脓，这样就不会留下任何疤痕。丫头不想王爷身上有这样的疤痕。慕容浩怎么能够让他做这样危险的事情呢？他大声喊：天一，把他赶出去！天一还是第一次听到王爷这样恼怒的声音。林姑娘，请吧，不要让属下为难，你把王爷惹怒了不好。天一，你想救你家王爷吗？想，非常想王爷活着。好，那你就出去，我能救他。天一为难，他现在不知要如何解决眼前的困境，一个是王爷的命令，一个是能救王爷的人，他为难道：这天一也太听慕容浩的话了，怎么那么死脑筋？现在只有我能救王爷，你确定要过来把我拖走？王爷，属下还是想你活着，今晚过后，属下会自己领罚。说完，天一就出去了，关上了门。看天一走了，李云熙突然手中拿起2根银针，迅速在慕容浩的肩膀上扎了下去。慕容浩瞪着眼看着林云熙，发现他全身不能动弹，只能说话。慕容浩哀求道：丫头，你解开本王天花，你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。那我继续给王爷治疗了，王爷想说什么就说吧，反正你也动不了。说完，林云熙发现他手臂上有一颗脓包，林云熙低下头处理后，吐在了空杯子里。慕容浩看着他一点一点为他处理身上的脓包，只流血不流泪的他，此刻是满眼的泪花。这丫头为了他真的是不要命了，这可是天花呀！丫头，为何如此对本王？你真的不怕死吗？丫头是死过一回的人了，难得遇到自己心爱的男子，死怕什么？更何况这样你我都不会死。丫头，你觉得本王的堂弟慕容琦如何？是不是在安排后事吗？关慕容琦什么事啊？慕容琦对丫头应该是真心的，他是恭王世子，和他在一起不会引起朝堂纷争，他还有爵位，日后丫头可以不用那么辛苦。我和慕容琦什么都没有，他在乱点鸳鸯谱吗？王爷，你不要乱点鸳鸯谱，我和他没有什么。没什么，他不会一直欠着你的5000两白银；没什么，你就不会为他吸手上的蛇毒；没什么，他就不会为你擦拭脸上的黑灰；没什么，他更不会从身后抱你拉鱼。李云熙听到慕容浩的这些话，惊得嘴巴都能塞进一个大苹果。这天2和天3的情报也太详细了吧！他和慕容琦在路上的小插曲都写给了慕容浩了，他这一下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慕容浩，慕容琦对我怎样我不知，但是天地良心，我对他真的就只是路人而已，你不要吃什么干醋。我对你怎样，你自己知道的。本王自然知道丫头对本王很好，就是看到你们的信息，本王难受。本王将死了，让本王说说。好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反正我和他真没有什么。林云熙继续找他身上的脓包，一点一点的为他处理。丫头，你这样真的不会感染天花吗？今晚我都说过很多遍了，他和我都不会死。这慕容浩今晚就是要发泄一下心中的情绪，他真的一点都不信我的医术吗？要不我和王爷打赌，如果明日王爷能醒来，王爷就和丫头同房，如何？这个本王可不能跟你打赌。今日本王可算是知道了，人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突发事情。如果现在跟你同房了，本王如有一日死了，你未来夫君会嫌弃你的，日后你会被夫家看不起，在夫家抬不起头的。好吧，李云熙被他的思想打败了，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古代人如此顽固的礼教思想。看来是不到成亲，他都不用担心慕容浩哪天会兽性大发地要他了。这男人还真是无敌了。检查完了慕容浩的前身，他想看看他身后还有没有其他的脓包。王爷，我要把你翻过去，看看后面有没有脓包。慕容浩也不管了，点了点头。李云熙轻轻地把他翻过身，看到他身后有几颗脓包，他低下头，先为慕容浩处理腰部的脓包。丫头轻点。刚刚都处理了那么多脓包，他都没有叫，这颗脓包难道是很痛吗？王爷，这个位置的脓包很痛吗？不痛，是太过舒服。李云熙秒懂，他发现了慕容浩身上敏感的地方。李云熙故意用手轻柔地摩挲着这脓包的周围，今日他要整一整慕容浩，谁叫他今儿晚上乱说了一通话，要给他一些惩罚才行。李云熙低下头，腰部的那颗脓包还在，
他轻柔地附上她的唇，轻轻地吸吮着脓包。此刻的慕容浩动弹不了，可是他全身酥麻，他知道这丫头一定是故意的。丫头，停下，放过本王，本王受不了。停下来，可以啊。那王爷可要答应丫头，日后不能胡乱安排后事，不能乱点鸳鸯谱了，可以吗？好，本王答应你，不乱说话了，别再折腾本王了。好。林云熙答应他，又继续在他背上处理了脓包之后，把他翻了过来。看着他满脸通红，林云熙就想笑。他起身用烈酒漱了漱口，算是消毒了，然后又去了浴房，用水清理了自己的口腔之后，回到了卧房。林云熙端来了温水，用帕子轻轻地为他擦了脸和身体，并在脓包处涂上了药膏。慕容浩看着丫头细心地照顾自己，心里暖暖的。他的丫头这是在用命对他好，他很感动，也很感激。给他擦身后，林云熙把他肩膀上的银针取了下来。此时慕容浩能动弹了，他再也不理会天花，他一把把林云熙拉进了自己的怀里，找到了她的唇，大口大口地吻她。一时间，床幔内的温度越升越高。第二日天亮了，慕容浩睁开眼，看到林云熙睡在自己的怀里，额上碎发凌乱。他用他的大手为林云熙挽整齐，此时他发现手背上的斑疹淡下去很多了，这是天花症状在减弱，他慕容浩没死。他很开心，在他洁白无瑕的额头上轻轻的一吻，这一吻把林云熙吻醒了。我也醒了，有哪里不舒服吗？说完，用手探了探他的额头，好像还是有点热，算是正常范围了。林云熙又给他诊脉，脉象比昨儿晚上好了许多，他大喜。林云熙突然坐起身来，掀开慕容浩身上的被子，认认真真的看他身上的脓泡。王爷，你的天花没事了，就是还有一些低烧，过2日就没事了。身上的脓包也没有留下什么疤痕，慢慢就会好了。而且啊，这辈子再遇到天花就不怕了。丫头的意思是本王以后都不会死于天花了，这次的天花也能扛过去。昨晚我都说了很多遍了，王爷死不了，王爷就是不信丫头。现在总算相信了吧？那牛痘真能治疗天花，在我们家乡天花病已经被灭绝了，就是用那牛痘制作了疫苗啊，就是昨晚我在王爷肩膀上打的那针，就叫天花疫苗。那金卫城的百姓有救了。有救了。今日呢，我要马上和李知府了解一下目前金卫城感染天花的情况，明日骆公子会过来，我们就可以买他的血犀草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起来，赶紧去做这些事。王爷这2日要听丫头的话，你就在院子里好好歇歇，王爷让天一跟着我就可以了。本王想和你去。王爷听丫头的话，病好了才能出去，你现在还发热呢。只要王爷听话，丫头晚上回来有奖励。慕容浩知道他是为了自己好，他还在发热，还有些难受，乖乖的点了点头，答应了林云熙。林云熙起身叫来了天一。林姑娘，王爷怎么样了？天一，你放心吧，王爷已经没事了，日后呢，他也不会再得天花了。不过今日还有些发热，你让人照顾好他，我和你先去找李知府。王爷没事就好，多谢林姑娘救下王爷。你去准备一些早膳过来，最好弄点清淡的白粥和小菜，我和王爷用过早膳后，再和你去找李知府。是。天一领命出去了，慕容浩躺在床上看着林云熙。林云熙可是越来越像他王府里的女主人了，使唤起他的人来那叫一个得心应手。只见林云熙交代了天一之后，轻柔地为他擦脸和洗漱。丫头，我们这次回上京城就成亲吧，本王的王府缺一位女主人，本王不想等了。林云熙听到成亲，心头颤抖，他终于说出这话了。他看着眼前满脸真诚的慕容浩，知道他说这话是发自内心的。慕容浩，谢谢你能给我名分，丫头很开心，但是能不能再等半年？半年就好。为何要等半年？王爷，先不告诉你可以吗？丫头在等一些东西，那东西对丫头来说很重要，有了那东西，丫头才能更自信地嫁给王爷。好，本王等你。半年后，本王10里红妆娶你。好，丫头也盼望着那一天。两人说着，天一就敲响了他们的房门。进来吧。天一推开门，将丰盛的早膳摆在桌上后就离开了。林云熙扶起慕容浩，把他带到了桌边。
王爷多吃点，这样抵抗力才会更好。丫头也是。两人很快用完了早膳。林云熙收拾好自己后，从袖袋里拿出6本很厚的书籍，递给了慕容浩。王爷，今日如果歇够了，可以看看这书，这书很精彩，在我们家乡销量可好了。他点了点头，目送林云熙出去了。林云熙一路带着天一来到了衙门，刚好就看到李知府要出门。两位到衙门是来找下官的吗？李大人，我这次过来是要带给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已经研制出了抗天花的疫苗，就是你们说的特效药，现在想和你了解一下金卫城的情况。林姑娘，此话当真？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啊，你确定没有说错？李大人，昨日从地牢里带出去的6名死刑犯，你可还记得？当然记得，昨日是瑞王叫人带出去的，现在还关在地牢里。要不我们现在去地牢里看看他们几人？昨日我给他们用了特效药，今日他们的天花症状应该减退了不少。海还真想看看这事儿是不是真的，他赶忙答应。好，要不现在就过去看看吧。李大人请。3人走了一段路，来到了地牢。李大人带着他们2人找到了昨日那6名死刑犯。他们先是看了重症患者的症状，昨日2位重症患者体温都在39度以上，而今日测出来一个是38度，另外一个是37.8度。而且他们2人昨日脸上大量流脓，今日脸上的脓包开始结痂，有些地方呢还开始脱落了。重症病人的好转情况最明显，中度和轻度4人症状也是有明显的改变，特别是轻症的患者几乎算是快好了，只是还有轻微的低烧而已。看到这6人的变化，李大人不淡定了。他上去询问了几人昨日和今日身体情况对比，几人给出的结果都是向好的结果。3人出了地牢，李大人有些激动地看着林云熙。林姑娘，你的特效药能不能给整个金卫城的百姓用？李大人，我是一名医者，我的使命就是治病救人。我这次来金卫城就是要救治金卫城的百姓，我的药当然可以给金卫城的百姓用。今日来找大人，就是让大人告诉我金卫城现在有多少百姓中了天花，我好测算出目前我需要做多少这样的特效药。还有，我这药需要一种药引叫血犀草，是我费了不少力气才找到的，而且还找到了能提供这种稀有药材的商人。大人也知道我只是一名大夫，这药材需要的量很大，我可付不起这整个金卫城百姓药材的费用。所以今日找李大人的另外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李大人拨款购买这味药材。李云海听懂了林云熙的话，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儿啊！天花自古多国都是谈之色变，这姑娘竟然能够研究出特效药来，她定是会答应林云熙的所有要求。林姑娘，我们去衙门看看最近染病的情况吧。说着，他带着林云熙和天一来到了衙门。李云海赶忙叫来了他的副手。王同志，今日城内感染天花的百姓数量出来了吗？回大人，今日的数量刚刚统计出来，金卫城目前有百姓人口20万人，目前感染天花的数量是3万人左右。3万人？林云熙听到这数字确实不小。李大人，这样吧，我今日回去测算一下3万人的特效药需要多少血犀草，今晚给到大人具体的数量，明日提供血犀草的商人会来找我，到时候需要的银两我再报给大人，如何？多谢林姑娘了，下官一直都在衙门和医病区，林姑娘要找下官的话，在这2个地方找就可以找到下官。好，那我就不打扰李大人了，我先回去测算数量。啊，还有一事刚刚忘了说，治疗了这3万患天花的病人之后，其他人最好也用特效药，这样日后就永远不会得天花了。不过呢，这个就需要李大人向朝廷申请了，看看需不需要做这件事情。这可是利国利民的事。听到林云熙的话，李云海知道对方是在提点他，如果做好了这件事，他的政绩定是会得到皇上的肯定。多谢林姑娘的提点，下官会考虑这事情的。看他上道儿，林云熙笑了笑，带着天一出了衙门。林云熙带着天一回到了城门的实验小屋。林云熙一进门就开始计算牛痘和血犀草的数量了。现在金卫城感染人数大概是3万人，等到备好药材，人数肯定还会上升。李云熙通过现在金卫城的防疫情况和病毒传播的速度，他推算出等这特效药准备好的时候，金卫城将会有4至5万人被感染天花。得出来这个理论人数，林云熙开始对照他实验出来的牛痘试剂进行测算，最终算出来牛痘和血犀草的总数量。天一，
上次找了20头小牛，都感染了牛痘了吗？回林姑娘，20头小牛都感染上了。好，你吩咐下去，再找50头小牛，让他们继续感染牛痘。好。忙完了这一切，林云熙拿出纸笔，开始写后期安排天花疫苗的接种方案。他一直忙碌着，一忙就忙到了晌午。此时，天儿把午膳端到了他的实验小屋，他已经2日没有看到天儿了。看到他，林云熙有些吃惊。天儿，你们的事情忙完了吗？怎么今日有空给我送午膳了？啊，回主子，那黑衣人我们都审理完毕了。今日起，属下和天三回到主子身旁，继续保护主子。那你们后来又审问出了什么消息吗？回主子，这次的天花不是天灾，而是人祸。此话怎讲？回主子，那黑衣人交代，这次天花事件是由西域国3皇子朱仙南和金银阁阁主蓝景一一起策划的。什么？金银阁阁主难道也是西域国的人？属下得出的情报，他不是西域国的人，他就是东胜国人。那他怎能如此狠心，竟然残害自己国家的百姓？主子，杀手组织指认前，有人给银钱，他们什么任务都接。林云熙听到这儿，刚刚还觉得美味的午膳，瞬间就变得无味了。怎么会有如此残忍的人呢？为他国杀害自己国家的百姓。有没有查到金银阁蓝景一的下落？回主子，我们用尽了所有方法，那黑衣人都说没有他们阁主的下落，看来他真的不知道蓝景一到底深藏何处。好，你们也继续关注一下蓝景一的下落。这人每次都想刺杀王爷，不能留了。好。说完，林云熙就示意他退下。用完了午膳，林云熙就带着天儿和天三来到了疫病区。他已经好几日没来了，想来看看现在这边是什么情况。林云熙进入了重病区，看到慕容琦一直在里面看病、把脉、扎针、开药。看慕容琦满眼青黑，就知道他这几日应该是没睡好。能如此爱戴病人，这位闲散世子其实也是一个心善之人。七公子，要不你去歇息吧，我来替你。慕容琦看林云熙过来了，刚刚还满眼疲倦的眼眸一下就亮了起来。林姑娘来了，我刚刚听李大人说，你研究出来了特效药，姑娘的医术果真了得，金卫城的百姓得救了。金卫城的百姓有救了，你就先回去歇息吧，我替你就行。不累，这几日为这些重症病患开药，能暂时缓解他们的病痛，我也高兴。要不你就坐在我身边，一起为他们看病吧。好。慕容琦看着林云熙坐下，他戴着口罩，眉眼露出好看的弧度来。没过多久，就在慕容琦给一个重症病人施针时，慕容琦突然就倒地了。长风见状，急忙从不远处跑过来扶起了慕容琦。林姑娘，我家公子晕倒了，麻烦您过来看看。林云熙闻言，急忙起身跑了过去，第一时间给他把脉，脉象显示慕容琦这是累晕了。长风，你家公子多久没有休息了？灰姑娘，公子一直在重病区，有2天2夜没合眼了。又是一个不要命的大夫，你带他回他院子歇息吧，这样熬着肯定不行的。我给他开些药，再给他用好膳，就会没事的。好。说完，长风背起慕容琦，急冲冲的就冲出了重病区。长风，你家公子一直在重病区，为了避免他感染天花，你最好把他全身的衣服都换掉。这身衣服要不就火烧，要不就用滚烫的热水消毒。长风听林云熙的，很快就给慕容琦换上了一身干净的中衣，把慕容琦放到床榻上躺好。林云熙再次给他诊脉，他思考了一会儿，从袖袋里拿出来纸和笔，写了一副药方递给了长风。你按着药方去抓药，每日2次就可以，连服3日。还有，一定要让他歇息好了，吃饱喝足后他就没事了。多谢林姑娘。林姑娘能不能帮忙看一下我家公子？我去取药，很快就回来。林云熙看他只带了1名护卫，也没办法，他点点头答应。门开着吧，这样透气会好一些。长风知道林云熙这是为了避嫌。长风出去不久，林云熙一直坐在凳子上等着。此时床榻上的慕容琦发出了微弱的声音：云熙，云熙，到我身旁来，不要走。林云熙靠得近，他自然是听到了慕容琦的话。林云熙大惊，慕容浩昨日还乱点鸳鸯谱，今日他就听到慕容琦在梦里叫着他的名字。林云熙这是左思右想也想不通，他这段日子也没有做任何事情让他误会啊。
是慕容琦怎么会？林云熙不是一个自寻烦恼的人，慕容浩已经占据了他的心，任凭眼前的男子再好，他也会无动于衷。这份情就当自己不知吧。直到长风端来了药，林云熙这才站起身。今晚呢，你照顾好你家世子，我先回去了。多谢林姑娘。林云熙才出了院子，就看到李知府急匆匆地往这边赶。林姑娘也过来了。我过来看看，恭王世子累晕了，我给他开了些药。李大人，他在一名护卫，如果李大人方便，可以再找一个人过来轮换照顾他会比较好。而且他们现在膳食好像不太够。姑娘说的是，下官这就去安排。看到李大人下去安排之后，他放下了心，往自己的院子走去。他今日去了地牢，又去了疫病区，这身衣服一定要换掉才行。他自己去了浴房，准备了热水，在浴桶里舒舒服服地泡了一会儿后，出来赶紧就穿好衣衫。林云熙一日没见到慕容浩了，慕容浩还发着热呢，他想赶紧去看看。他走到前门，就看到对面院子外守着不少的侍卫。林云熙如果直接从前门进去，肯定会被人发现的。林云熙想了想，叫来了天三。天三，帮忙找一个梯子过来，我要爬梯子过去看王爷。主子现在可是明目张胆的和王爷在一起了，他不知道王爷和他的院子全都是暗卫守着吗？用梯子爬过去真的好吗？天三笑了笑，不过他是个下人，主子发话只能领命。另一边，慕容浩今日得到了林云熙给他的三国争霸后，从早上一直看到现在。林云熙让他歇息，他倒是把这事儿给忘得干干净净了。此时天一求见，慕容浩看着天一微笑进门，他好奇：天一，今日何事如此高兴？王爷，今日林姑娘吩咐属下监督王爷多歇息，可您到现在都没有歇下。王爷，您赶紧躺下吧。林姑娘现在找天三要梯子，正要爬过来。他为何不直接从大门进来，要用梯子？回王爷，刚刚恭王世子晕倒了，李大人派了不少人在对面的院子外守着。属下估计林姑娘不想其他人知道她要来王爷的院子吧。慕容琦晕倒了？是。严重吗？回王爷，听闻恭王世子2天2夜没有合眼，一直在重病区给病人看诊，这才晕倒的。刚刚林姑娘给他开药了。你先下去吧。他爬梯子的时候看着他些，别让他伤着。是。天一领命下去了。天三，梯子就放这儿吧，你退后，我这就爬过去。好。林云熙是特工，爬梯子当然是不在话下了。不一会儿，他就爬到了墙顶。慕容浩一直在窗后盯着他看。现在的林云熙就像是一只可爱的猫，蹲在房顶上要往他这边来。天三看他到了房顶，一个飞身就跃了上来，帮他把梯子搬到了对面的院子。真羡慕你们会轻功的，能飞来飞去，我只能用梯子，真丢人。主子那么聪明，改日叫王爷教你，日后学会了就不用翻墙了，什么时候想见王爷，飞过去就行了。慕容浩听天三这话，发现这天三还挺上道的，能这样提醒林云熙，看来是要好好的赏他才行。对啊，王爷轻功那么厉害，他好了就让他教我。天三放好了梯子，林云熙很快就顺着梯子爬了下去，随后他立刻就飞奔进了慕容浩的卧房。慕容浩没想到他跑得那么快，他刚刚假装躺在床上，门就被打开了。看他躺在床上，林云熙缓缓地关上了门，放轻了脚步，来到了床边。他悄悄地上了床，躺在慕容浩的身侧，用手轻轻地探了探他的额头，发现还有些热。怎么回事啊？都半日了，这慕容浩怎么还没有降温？林云熙又起身到浴房端来一盆冷水和帕子，把帕子用水拧拌干后放在慕容浩的额头上。他再次上床，躺在了慕容浩的身侧，一直盯着他看。慕容浩，你怎能长得如此好看？丫头能这样看着你看一辈子。今日我就出去一会儿，就想你想的不行。说完，他低下头，轻点了一下慕容浩的薄唇。你的嘴唇怎么能这么甜？真是一个妖孽男人，让人天天想吻你。慕容浩一直在装睡，听到他如此直接肉麻的表白，身体里一股莫名的暖流划过心尖儿。这丫头就是故意的。他明明知道自己睡眠浅，一上床就开始用情话撩拨他。
慕容浩睁开眼，看林云熙痴迷地看着自己，他的心开始融化了。大手握住林云熙的后脖梗，用力地吻上了她的唇。林云熙的唇很软，很暖，很甜，是他每日都想停留的地方。林云熙很主动，主动撩拨，主动地迎合自己，还主动用手摩挲着他的腰。俩人翻云覆雨后，慕容浩抱住林云熙，满眼深情地看着他。丫头，今日的事情都办好了？今日的事情很顺利，李大人同意明日拨款买血犀草，不过也不知他们衙门的银钱够不够我要买的量。如果不够，本王带了银钱，父皇有给我救灾的备用金。那就好，我要的量很大，就怕银钱不够。有王爷的话，丫头就放心了。王爷，按理说你今日休息好了，发热会退去，可是为何今日发热没有退去？慕容浩此刻很心虚，他今日根本就没有睡，一直看着林云熙给他的三国争霸。也许本王体内的天花病毒还在，明日再休息一日便好了。此时林云熙看到他放在桌上的书，他知道慕容浩看书有一个习惯，每当他放下书的时候，就会在正在看的书页上折起一个小角来。林云熙下了床，来到桌子旁，看到这书有折过的痕迹，这是三国争霸的第2本了。王爷，今日可有好好歇息？丫头，哎呀，这书太好看了，一看就让人着迷，本王一看就忘了时间了，还真忘了歇息。原来王爷这么不听话，不听话当然要惩罚一下，让王爷长点记性。说完，林云熙拿出银针，迅速在他肩头上扎下了2针。慕容浩又不能动弹了，随后附身，用手摩挲着他的后腰。丫头，本王下次听话啊，你这次放过本王。你这样惩罚本王太重了，本王受不了。王爷下次记住了吗？丫头叫你歇息，你就要歇息。记住了，本王记住了。林云熙把银针取出来，他得以动弹。他现在已经被林云熙撩得欲火焚身，怎么能够放过他？慕容浩一翻身，把他压在自己身下，烛光摇曳，两人在床榻上缠绵得不死不休，直到林云熙感觉到肚子饿了，俩人这才停了下来。王爷，丫头饿了，传膳吧。好，丫头饿了，传膳。天一，传膳。是。门外天一应下后出了内院，两人还是在床榻上腻歪着。天一敲了门，慕容浩用内力放下了床幔。进来放下就出去吧。天一看到床幔放着，不敢乱看，放好了饭菜就出去了。林云熙拉着慕容浩坐到桌旁。王爷，今晚要好好吃饭，好好歇息，这样你的发热才能降下去，知道了吗？没成亲之前，本王可不想再被那样罚了，都听丫头的。丫头刚刚说饿了，多吃点。俩人吃着饭，林云熙忽然就想起明日要和骆静安买药的事儿。王爷，明日那骆静安会到城门卖药给我们，他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怎么会有如此大量的血犀草？本王查过，他就是上京城4大世家之一的骆家少主。骆家是4大世家中最神秘的一个家族，他们掌握着整个东胜国大约1半以上的药材生意，而且他们骆家会不少江湖上的绝学，就像那日他们会驱蛇一样。他们骆家只做生意，不参与任何朝廷纷争，在上京城做事非常低调，很多人想打听骆家的消息都打探不到。那王爷是如何打探到骆家的消息的？丫头以为本王平日里就是上个早朝，去军营逛一下就没事了？林云熙想了想，好像他都是那么当直的吧，点了点头。丫头的王爷可不是吃素的，日后丫头自会明白。林云熙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，他现在就想一直看着这好看的男人。他和慕容浩在一起很有安全感，他想就算是飞蛾扑火，他也要嫁给慕容浩，和他好好的过日子。怎么，丫头又想本王了？想，一直想王爷。今日本王还在发热呢，你折腾本王的还不够啊？不够，就算王爷发热了，也想欺负你，谁让你不听话？林云熙继续痴痴地看着他，慕容浩算是知道了，今儿晚上这女人是怎么腻歪怎么来，看来今晚还有一场他喜欢的硬仗要打。两人用完了晚膳，林云熙就给他备了热水。今日
林云熙就想和他好好待在一起。林云熙为他洗头，为他剃须。慕容浩看他今日很是粘人，他也就配合着。林云熙叫他做什么，他都答应。为他穿好衣衫，林云熙就拉着他来到了床榻上。王爷，你说我研制的天花疫苗啊，就是那天花特效药，这配方我是自己留着，还是交给你父皇？丫头想自己留着就自己留着，毕竟这是你自己研制出来的特效药，在东胜国有律法保护医者的研究成果。我自己留着会不会太自私了？这有什么自私的？丫头想出来的东西自然是丫头的，这特效药可是能卖钱的。这次如果能够救下整个精卫城的百姓，丫头的特效药肯定能轰动整个四国。不假时日，他国肯定会派人前来东胜国购买，到时候丫头就不用愁没有钱挣了。这事情很大，丫头先考虑一二，看看需要如何做。不过还要多谢王爷的鼓励和支持。和本王也这么客气啊？丫头不需要有压力，是自己的东西就好好留着，本王都会在你身后支持你的。林云熙双眸含情地看着慕容浩，他真的很好，他做什么他都支持。他突然把慕容浩扑倒，竟使他矫情了。他就想和慕容浩缠绵，他就是想他。